少，我平时连走路都不敢出声，家里连个带电机的电器都不放，绝对符合陆家选少夫人的标准。你身上的香水味吵到我了。拿一块烤坏的二手显卡当全新的卖给老娘，你个瘪犊子！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吃里扒外的狗东西，报废吧你！陆少的衣服，保安呢？把这个修破电脑的抓起来！叫唤什么？没长眼睛啊！衣服多少钱？老娘给你修几台电脑赔就是了。衣服不用赔，跟我回陆家做我的未婚妻。假扮未婚妻？大哥，你眼睛瞎了，脑子也进水冷液了吧？不好意思，我柜台还有10个烂主板等着飞线，没空陪你玩这种土味霸总游戏。1000万，老娘靠手艺吃饭，不卖身。华强北1楼大门口200平米的黄金双开门铺面，事成之后免费租给你开维修店，10年。老板，谈钱伤感情，谈铺面那是正中红心。说吧，你是要哑巴受气爆套餐，还是手撕鬼子套餐？我江小锤包你满意。我要你声音越大，越没有规矩越好，最好能把我家里那些死气沉沉的木头全震碎。得嘞，搞破坏我是专业的。走，先去换身衣服。换上。陆家规矩森严，极其安静，不准穿带金属撞击声的衣服，不准有异味。你们陆家是天天在办丧事吗？穿得这么晦气！别碰我，老板！你花一栋商铺雇我来气人，结果还没进门就让我受气，这活我不接了。陆家的规矩，从来没有人打破过。巧了，我江小锤走哪儿，手里的扳手就是规矩。走，带我进去给你们陆家通通电。听说陆晨今天带了个羞破烂的丫头回来，眼睛瞎了，连品味也瞎了，真是自甘堕落。什么味道？你手里拖着什么垃圾？一身的下等人味儿，把我们陆家空气都污染了。嫌弃，这叫劳动人民的汗水味。阿姨，你懂个锤子！人不沾点机油和泥土，那跟停尸房里的标本有啥区别？拿开！粗鄙，恶心！来人，把这个泼妇给我扔出去！谁敢动我一下试试？谁在陆家大呼小叫？想进陆家，先学规矩。陆家饮食清淡，不准有异味。把这盘水煮菜吃了，我就当刚才的事没发生过，否则现在就滚出去。天天吃这些没滋没味的玩意儿，难怪阿姨你印堂发黑，气血不足。吃草能长寿的话，蚂蚱早成仙了。放肆！你敢诅咒大嫂？拦住他！他要干什么？吃！今天这桶面你不干完，就是不给我江小锤面子。大嫂，你千万别吃，这是垃圾食品，吃了会死的。天哪，大嫂被馋哭了，快报警！闭嘴，太好吃了。丫头，连汤我都包了。大嫂，你疯了！这是防腐剂，快吐出来！快叫医生洗胃！滚开！我吃顿饱饭，还需要你来指手画脚？好，就算这面没毒，但陆晨这个满嘴粗话的村姑，绝不可能是你的未婚妻。你极度厌恶噪音，怎么可能受得了他身上那些破铜烂铁的动静？你们绝对在演戏。陆家家规，未婚夫妻进门必须同房考察。既然你们说是真爱，那今晚你们俩就睡在同一个房间，我会亲自在门外盯着，敢分床住，明天一早我就召开家族大会，把这丫头扫地出门。
这里的规矩你必须遵守。第一，不准发出一点声音；第二，离我1米远；第三，绝不准碰我的床，你睡地板。江小锤，你给我滚下来！你在干什么？陆老板，做戏要做全套嘛。你姑姑那双贼眼就在门外盯着呢，睡地板。明天全店启抄都知道咱们是假货了。我的黄金铺面要是黄了，我跟你拼命哦！下来！我有重度神经衰弱。你姑来查房了。别动，他进来了。你想前功尽弃吗？哎呀，陆晨房间的熏香好像用完了，我进去给他换一个。他那么怕吵，肯定嫌弃死那个一身穷香味的修理工了。陆晨得罪了。哎呀，陈哥，你讨厌了，不要那么急嘛，老娘的键盘都要被你压坏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接着演，连衣服都没脱，绝对是愁啥愁，大婶儿？大半夜的喜欢看现场直播啊？要不要我当着你的面儿再给他通个电？嚯，危机解除！陆老板，我这演技绝了吧？嚯，危机解除！陆老板，我这演技绝了吧？外滩铺面的免究期得给我加2年。江小锤，你以为点燃了火还能全身而退吗？喂，你干嘛？你想杀人灭口啊？我警告你，老娘可是会散打的。戏演得不错，但你好像惹火上身了。小锤，快来！你昨晚说的那个打野抓人的套路，我背了一晚上，今天必须教我大杀四方！阿姨牛逼，五杀，人生就是这样，不服就干，绝不内耗。说得好，推塔，给老娘推！大哥，你快进门看看吧，大嫂被那个修电脑的野丫头带得不成体统，正在客厅大呼小叫打游戏呢，陆家的脸都被丢尽了。乌烟瘴气，成何体统！把这堆破铜烂铁给我砸了！你就是陆晨找回来的那个底层修理工，果然是个垃圾！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父亲，他是我的人，谁敢动他？大哥，你看，陆晨被迷了心智了。还有大嫂，竟然玩这种下等人的游戏，丢人现眼！从今天起，扣除你所有的零花钱，在家好好反省，停掉陆晨名下所有的卡。我看没有陆家的钱，你们能不能活过今天？大嫂，你疯了！脸面，我为了你所谓的脸面，像个活死人憋了半辈子，停卡就停卡，我自己出去刷盘子也养得起我媳妇儿。禁足！我江小锤护着的人，这破地区谁敢关？妈，走，带你去花钱，去晦气。可是你爸停了我的卡，怕什么？老娘修电脑养你。哎呦，大嫂怎么还敢出门啊？大哥把你们的卡都停了，这里随便一个扫地机都要5位数，你们付得起吗？就是跟个天天修破烂的村姑混在一起，怕是连坐公交的钱都要抠搜半天吧？要不要我施舍你们几百块？小锤，算了，咱们没卡，别在这里丢人了。回去，妈，今天我带你出来就是要教你一个道理，女人的底气从来不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抠门男人给的。桂姐，这台按摩椅给我包起来，给我婆婆按脚玩。包起来？你个土包子，知道这玩意儿要多少钱吗？3800万，把你那破维修铺卖了都买不起一个轮子。桂姐，别理这疯子，快把他们赶出去！
是全国限量仅3张的江氏科技帝国最高权限的至尊黑卡。您是垄断芯片的江家大小姐？假的，大嫂你别被骗了，他刚才自己都说了，这是干爹给的卡。江大海那种煤老板起家的暴发户，最喜欢包养这种年轻小姑娘。他根本不是什么千金，充其量就是个随时能被一脚踹开的玩物。支付成功，扣款人民币3800万元整。欢迎光临。我妈不喜欢跟噪音污染源待在同一个空间，把这2个聒噪的丑八怪给我扔出去。妈，小锤，别怕，家里的卡停了，我还有。陆老板，来晚了哦。从今天起，你和你妈我包养了。3800万眼都不眨，江小锤，你到底是谁？你想包养我，是用钱还是用命？3800万眼都不眨，江小锤，你那个干爹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甘愿当他笼子里的金丝雀？陆老板，你管得太宽了吧？那是我干爹疼我，我想怎么刷就怎么刷。既然你这么喜欢钱，那我给你双倍。这是我名下所有的私人底牌，价值10个亿，拿着它，立刻去跟那个老男人断干净。以后你的命只能是我陆贤的。这瞎眼的狂躁症居然玩真的！小心！陆总，您流血了，快拿急救枪！这衣服，这机油，你有没有伤到？说话，哪里疼？陆晨，你的无声暗示破了。为了你，我甘愿跌进这破铜烂铁的泥潭。走，带我去你的地盘看看。现在，立刻！大少爷，你的黑屋子太闷，今天老娘亲自带你下凡。老板，这边来10串变态辣大腰子，要最辣的那种。哟，妹妹长得真辣呀，一个人啊，陪哥哥喝一杯。啊！疼！大哥，松手！再拿你那双脏手碰他一下，我让你全家在整个工业区连一颗螺丝声都讨不到！滚！陆晨，你看，沾了凡尘的烟火气，你也不会死。这双手还能保护我。陆总，出大事了！二少爷陆超拿着老太太私章，联合厂里那帮老东西，正在召开紧急会议造反了。大哥，听说大伯停了你的卡，你负责的那个核心项目云端智能生产线明天就要试投厂了。可惜啊，我昨天拜访了各大顶级芯片供应商，他们现在连一块边角料芯片、一根高精密感线都不会发给你了。没有材料，你拿什么开工？我劝你立刻甩了那个修破电脑村姑，给我磕头认错。逆子，还不赶紧低头？难道你要看着陆家的产业毁在你手里吗？我陆晨就算去收破烂，也绝不受人裹挟。滚！老汉，把咱们江氏科技旗下那上百个拥有全球买断权的顶级芯片供应商全给我调动出来。明天早上8点前，我要10辆防弹级重型押运卡车，装满最顶配的核心主板和元件，把本地的厂区给我淹了！敢欺负我江小锤的男人，老娘让他全家要饭！各位股东，你们看，
库房连一根铜丝都进不到，拿什么开工？陆晨，你输了，立刻交出厂长的位置。陆老板，你的聘礼我收了，这是我拉来的10车全球垄断极品芯片嫁妆，够不够砸烂他们的脸？小锤，既然都是一家人，这批高精尖元件就直接入陆氏的大库吧，正好解了咱们厂的燃眉之急。老头儿，脸皮够厚啊！这10车货是我江小锤给陆晨个人的聘礼，陆氏想要可以按市价3倍付钱。而且，我要陆超当众跪下，给流水线上的工人们道个歉。江小锤，你做梦！你一个修电脑的村姑哪来这么多钱？这些车肯定是租来演戏的，大家别被他骗了。江氏科技全球组行官的私人货物，谁敢动？陆超，你不跪是吧？行，陆老板通知下去。这批货全上海只有你私人名下的产线能用，陆氏其他的生产线明天就等着断供停业吧。你死还不快跪下！10辆江氏科技的装甲车。江小锤，那个包养你的江氏董事长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甘愿当他笼子里的金丝雀？陆老板，你管得太宽了吧？那是我干爹疼我，我想怎么调车就怎么调车。你以为我陆萧神落到需要我的女人去求别的老男人来撑腰吗？他给你这张无限额的卡，是想让你晚上怎么的？他呀，50出头，脾气暴得很，最喜欢拿钱砸我。不管他砸了多少，我陆瞻出10倍，以后不准你再联系那个老帮菜。老头，听着，江小锤现在是我陆晨的女人。你要多少违约金？开个价，我让你下半辈子养老无忧。龟儿子，你敢跟我谈违约金？你是个亲爹，你死定了！老子现在就带人去把你个瞎眼小白脸给拆成零件。就是你这个小白脸，说要拿钱买到我闺女。伯父，之前在电话里是误会，我对小锤是真心的。哼，想当我江大海的女婿，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胆量和硬骨头。把这碗要干掉了，把这瓶酒吹了。你要是敢咽下去，我就承认你有种。爸，你疯了！他有严重的胃病。我江小锤的男人不需要靠毁身体来证明爱情，谁敢逼他吃，先过我手里的半手这关。哈哈哈哈哈哈！好，护犊子像老子。陆晨，有我闺女护着你，算你小子过关了。但这杯入货酒你总得喝。陆晨，你是不是傻？不会喝酒还逞强？别碰我！除了我老婆，谁都不准碰我！爸，快帮我把他弄进休息室。小锤，刚才为了我连亲爹都敢怼，我是不是你的人了？陆晨，你先起来，你胃不好，我给你拿胃药。吃药。从小到大，他们只教我怎么做一个完美的、安静的机器。只有你给我吃泡面砸我的桌子，吵闹是痛的，但是感觉我还活着。小锤，再吵我一次，好不好？陆晨这小子我越看越顺眼，下个月初8是个好日子，直接办婚礼。办婚礼？江老，您可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啊！您看看这是什么？您的宝贝女儿根本不是什么真爱，她只是陆晨为了拿到控股权，用一间免租铺放雇来的廉价修理工。爸，你听我解释，那是一开始。好一个陆晨，
拿我江大海的女儿当争权夺利的工具。伯父，起初是契约，但我现在对小锤是真心。真心？你这种算计到骨子里的资本家，懂什么叫真心？小锤，跟我走，准备婚事作废。没吃饭吧？探店虚了是要砸我们招牌的，用力！小锤，哼，不准心疼，连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敢说拿命爱你？大哥，在乡下打螺丝的滋味怎么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趁你不在，我拿到了老太太私下签署的授权书，并且切断了陆家在海外的资金链。董事会已经通过决议，现在的陆氏大厂我说了算，你彻底破产了。哎呦，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陆大少吗？陆总说了，只要你现在跪下，从我的胯下钻过去录个视频，他就大发慈悲，赏你10万块钱遣散费。敢在老娘的地盘欺负老娘的男人，我看你今天是想被当成废铁回炉重造。爸，陆家出事了，他为了通过你的考验，连场子都没管，你还让人这么羞辱他，我不准！傻闺女，你以为我是故意折磨他？我是要看看他面对低谷和羞辱时，还能不能保持风骨。陆晨，我问你，陆家现在被陆超那小子鸠占鹊巢，你打算怎么翻盘？半年前我就查出他在做假账，他转移资金的海外空壳科技公司，法人全是我提前设好的局。只要我收网，他立刻面临职务侵占的刑事起诉。但现在收网需要切断陆氏旗下关联的物流命脉来锁死盘口。我之前的权限被冻结，只差最后一把火。切断命脉，老子把江氏全球供应链的全套调兵令给你，只要你现在叫我一声爸，你去把整个商圈给我掀了。各位股东，从今天起，陆氏大厂改朝换代。不好了，陆总，我们在海外的关联物流被全部切断，另外你转移资金的账户被警方锁定了。什么？你明明破产了！正式介绍一下，我现在的身份是千亿级江氏科技上门女婿，带走。听说我那个不孝孙子，为了一个满身机油味的底层修理工，要把陆家100年基业送给暴发户。给我把大门砸了！我倒要看看谁敢进我陆家的门！就是你这个浑身机油味的野丫头，给我孙子灌了迷魂汤，让他连陆家继承人的身份都不要了。老太太，纠正一下，不是他不要陆家，是我江小锤看他可怜，勉为其难收了他当倒插门。狂妄！我陆家100年清誉，岂容你这等粗鄙之徒玷污？想带走陆晨，可以。这是上海滩老钱家族选当家主母的3道雅事。第一是变物，若你能在1分钟中抹眼闻出这3块主板烧回的精准电容型号，我就让你进门，否则立刻带着你的破铜烂铁滚出上海。奶奶，不要欺人太甚。文九版，老太太，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硬核手艺。第一块，高频弹电容炸了，只可惜过载时电压超了3步，
电乙液胶未发酸，修了也是次品。你怎么会懂这些？老太太，你以为我们江氏科技是过家家？我3岁就被我爸扔进废品堆和芯片山里练嗅觉。你这引以为傲的亚氏，在我们那儿只是汽修学校的入门考试。巧言甚色，懂点皮毛算什么？你能修出让全场臣服的板子吗？拿我的家伙来！粗俗，简直是街头杂耍！来人，把他的烙铁给我砸了！妈，小锤焊得很好，这叫硬核技术，不叫杂耍，我不许您砸。王素芬，你反了天了！为了一个外人，你敢顶撞我？妈，我听了您半辈子的规矩，每天吃白水煮菜，每天像个哑巴一样活着，结果呢？我得了抑郁症，成了活死人。是小锤的一桶泡面，2台震天响的电脑，让我重新活了过来。她不是外人，她是我认定的儿媳妇，谁敢动她，先从我身上踏过去。好，你们合伙气我！老太太，不行，老太这是急性神经痉挛，必须马上打封闭针。打什么封闭针？哼，寒气入骨，经络不通，去给我端一盆滚烫的生姜妈油汤，再把我的大功率金佛疮拿来。刁民，你弄着什么下贱的怪味儿？我绝对不会认可你。省点力气吧，老太太，你这双腿因为常年装优雅不运动，早就废了。你们老钱家族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喝了，出点汗，把你们豪门里的那些阴阳怪气全给我排出来。各位叔伯看看，高高在上的老太太竟然在用这种下等修理工的破机器，她已经老糊涂了，根本不配再执掌陆家。今天我就要代表旁支强行剥夺她的家主之位。下了你们的狗眼！奶奶这是在进行顶级的硬核经络理疗，谁敢再往前迈一步，我拿电钻给他开个眼！她是我陆晨明媒正娶的妻子，把这些叛徒全给我打出去！小锤，你有一身硬骨头，奶奶今天多亏了你。这枚吊坠你拿着，看着你护着陆晨的样子，我就想起了当年陆晨的亲大哥陆羽。当年就是因为我定下的那些死规矩，活生生逼得陆羽在厂里出了车祸意外身亡。陆晨目睹了哥哥的死，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关在无声的黑屋里，变成了一个害怕光和声音的机器。你们陆家的无声规矩治不好他，我来治。我带他回华强堡，用我们江家的烟火气把他给治好。陆家那帮老畜生，好好一个精神小伙，给折磨成啥样了？大哥，这娃儿是不是傻了？要不要请个心理医生来看看？心理医生没用，他在上沙滩关了3年，越关越像个4人。看个锤子的医生！咱们劳动人民没有一顿地摊沙棚解决不了的抑郁。来人，在车间里给我把大铁锅支起来，该打铁打铁，该放歌放歌。咱们车间的烟火气最能养人。陆晨，大哥希望你能替他去听听这个鲜活的世界。你只要张开嘴咽下去，你就知道吵闹的活着有多好。陆晨啊，既然醒了，就别闲着。咱们江家不养吃白饭的，今天这对油螺丝你不分拣完，不准吃饭。好。江小锤，你给老子出来！哎呦喂，听说你带了个上海滩的虾子回来，这细皮嫩肉的还在捡破烂。小锤，
这种病秧子能保护你吗？趁早把他踹了，跟我齐天！齐天，你闭嘴！他是我男人。怎么？躲在女人背后算什么男人？有种站起来，咱们按道上的规矩赛车拼酒，谁先怂，谁就自动滚蛋。拼酒是野蛮人的游戏，我喜欢从根源上摧毁敌人。3分钟内启动黑客协议和2级市场杠杆，坐蹦齐家名下最大的3家芯片代工厂。你装什么逼呢？齐天，你个混账东西，惹了哪路神仙？我们的服务器被黑，股票被千亿级资本狙击跌停了，你再不滚回来磕头，老子打断你的腿！大哥，我听说陆晨在深圳彻底疯了，居然坐在院子里捡破烂儿，他的精神状态根本不配再做继承人。陆晨，你手里拿的什么垃圾？你居然不戴手套，拿这种路边摊的东西！爸，这是我老婆给我买的烤肠，很香。看来我不在的这几天，陆家的空气又变得腐朽了。通知下去，把这栋宅子里所有的遮光窗帘全给我撕了，换成小锤喜欢的亮色调，音响给我开到最大。从今天起，陆家不再是无声黑屋，不守规矩的人立刻滚！奶奶，我去了工厂，听了很多噪音，摸了很多机油，我发现沾上泥土，人是不会死的。陆晨，我的好孙子，你终于活过来了！是奶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哥哥。奶奶，都过去了，是小锤把我从地狱里拽出来的，哥哥在天之灵也会为我高兴的。小锤，你有一身硬骨头，还有一颗最热烈的心。这把主服务器密钥，奶奶今天正式交给你。陆家这100年的基业，以后你说了算。奶奶，您放心，以后我保证让陆家天天都热火朝天。胡闹！我才出国多久，陆家的规矩就全乱了。窗帘换成了这种不入流的颜色，还放这么吵的音乐，成何体统？二爷爷，您怎么突然回国了？哼，我再不回来，陆家就要被你们变成路边维修铺了。我听说你要娶一个满身机油味的乡下丫头，别忘了，陆氏集团马上要进行全球化并购，欧洲2/3的现金流和海外董事会1半的席位全捏在我手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陆氏海外董事会绝不承认这种没有底蕴的亲家。明天我要亲自去见见他的父母，如果他们真是粗鄙不堪的暴发户，这门婚事我立刻动用1票否决权作废。完了完了，二叔公捏着海外的命脉，最看重门第和硅谷精英那套。他要是去见亲家公，亲家公那一身破背心和老头鞋，非得把他气死不可。闺女别怕，不就是装老钱装硅谷精英吗？老子当年也是看过好莱坞电影的。明天爹就给你们表演一个什么叫伦敦西卷老贵族，保准把那个二爷爷唬得一愣一愣的。完了，一场史诗级的灾难即将降临。穷乡僻壤出刁民，哼，我倒要看看这对父母是一副什么粗鄙的尊容。哦，我亲爱的老伙计，这真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早晨。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就是陆晨那远道而来的二叔公吧？您看起来简直像土拨鼠一样精神。完了，我爹这莎士比亚串味儿了。既然江先生如此有英伦风范，那我们今天就去陆氏的高尔夫私人俱乐部切磋一下真正的贵族运动，如何？没问题，走着。老子焊了30年主板，我就不信砸不中这颗小白球。江先生，这球杆是用来打球的，不是用来砸废铁的。看来有些东西即便披上龙袍，也还是带着一股子洗不掉的泥土味。去餐厅吧，我看江先生更适合坐在桌子边。江先生，餐桌上的礼仪是装不出来的，这道白松露需要静心品味，而不是像吃路边大排档一样狼吞虎咽。爸，咱们家又不缺吃穿，凭什么要在这受他们的鸟气？把这身勒人的破衣服脱了！
放肆！陆晨，你看看，这就是你选的岳家。我今天就以海外董事会主席的身份宣布，这门婚事我绝不同意。想进陆家的门，下辈子吧。去的伦敦枪，你的高尔夫，老子憋了一天，装孙子装够了。你不是捏着欧洲并购的现金流吗？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我们江氏科技全资并购欧洲3大顶级芯片代工厂，直接切断你们海外退路的独家法律文件。嫌弃我闺女，要不是我女婿拿命护着她，就凭你们陆家那点快干鞋的底蕴，想让我江大海的女儿下嫁，你们连门槛都摸到！给我跪下！抱歉，今天让你和岳父受委屈了。陆太太，准备好真正做我的妻子了吗？谁是你太太了？咱们一开始可是签了合同的假扮情侣。哼。那份假的作废了，这是新拟定的余生终极最高权限协议。亲家老哥，老子今天带了自家酿了30年的纯粮手把子，拿碗来，满上。我们陆家讲究食不言，寝不语。亲家公，给我来一海碗，这酒配小锤给我做的麻辣烤串，绝配。王素芬，你成何体统？给我也倒一碗！我就不信我一个浏阳海州喝不过你个搞电焊的。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头啊！亲家，再走一个！我们为您包下了上海滩最古老的哥特式教堂，全长采用10万朵空运的保加利亚白玫瑰。晚宴是米其林3星的法式冷餐。停！什么白玫瑰冷餐？把江大海嫁闺女搞得像吃斋念佛一样，不行，必须是摆上1万重金属大排档，烧烤流水席，全场给我铺满红玫瑰和红灯笼。亲家公，1万个烧烤炉同时烧，上空会形成重度雾霾的，这太不符合老钱家族的体面了，市政审批也绝对通不过。陆老板，你倒是说句话呀！爸，岳父，不用吵了，我已经决定了，白天在顶层举办西式仪式，满足陆家的体面。晚上，我已经全资盘下了上海市郊占地1000亩的废弃重型钢铁工业园。下个月初8，工业园全面封园。我要在钢铁丛林里用10里红妆和万桌烧烤流水席迎娶我的老婆。预算无风险，按我说的做。陆太太，这是我们耗时半年为您纯手工打造的纯洁之光，价值5000万。太美了，小锤儿，快去试试。不行，绝对不行！为什么？这可是全世界女人的梦想。白色不耐脏啊，晚上有1万桌烧烤呢，随便溅上2滴阻燃烤肉油，这5000万就直接报废了，洗都洗不掉。那你想怎么样？给我改，全改成正红色的重工皮衣丝绒裙，裙摆上给我用金线绣上机械齿轮和金凤凰。老娘要红红火火、硬核的嫁进陆家，这个主意好，霸气！设计师，按我儿媳妇说的改，加钱。陆太太，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可是百年名法草皮呀！挖地窖。亲家公说，大婚前必须埋下好酒接地气，等婚礼当晚挖出来喝。你懂个屁的豪门底蕴！赶紧走走走。亲家公，这边的土太硬，存不住酒香。去那棵百年罗汉松底下挖那里的土肥，酒埋出来才够烈。陆老板，你这老套的霸总戏码是跟哪部偶像剧学的？太土了吧！嫌土？
那我来点特别的。陆家是你的，华强北双开门出铺是你的，我也是你的。江小锤女士，感谢你带着满身机油味闯进我的黑屋，你愿意让我做一辈子你的专属小工吗？看你表现喽。听说今天这晚宴，陆家还要让江小锤上台表演才艺呢。他一个修破烂的，能表演什么？表演电焊、锚捻螺丝吗？江小姐，到你了。如果不会高雅艺术，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免得丢了陆家的脸。爸，这曲子听得我想睡觉，给他们来点提神醒脑的。闺女，争气，让他们见识见识啥叫国粹。太绝了！妇女上阵，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太震撼了！王素芳，你们陆家堕落了，竟然让这种街头卖艺的杂耍登上大雅之堂，你们简直是老千阶族的耻辱！我儿媳、媳妇和亲舅表演的是华夏非遗国粹。你这种只知道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才是我陆家的耻辱！保安，把这对母女给我轰出去！陆总，出大事了！南郊中心仓库失火了！什么？安保是怎么回事？是赵雪儿母女，他们怀恨在心，利用赵家曾经作为咱们陆氏供应商保留的内部通行证，钻了安保系统的空子，混进了车队。警察已经把那对疯婆子抓了，万幸的是，纯手工打造的万口烧烤锅保住了。但是，明天要用的主桌与 VIP 核心区专属的江氏百年独门重工烧烤秘料被烧得一干二净，那几十斤可是最难配置的核心底料啊！完了，有炉子没核心调料，明天全上海乃至全国的媒体都在看着我们，我们要开天窗了，这脸丢尽了！慌什么？只要我在，底料就断不了。爸，在华强姐和五金街的老乡群里发江湖接令，就算今晚不睡觉，老娘也要带着兄弟们把这几十斤极品秘料磨出来，明早按时送上主桌。兄弟姐妹们，赵家那顿绿茶烧了咱们大排档的核心底料，带上你们家里的炒锅，带上你们手里的铲，来南郊大广场集合，帮老娘炒料！丫头别哭，今晚咱们一边放最炫民族风，一边给你打下手炒料，明早必须让金盘子里装满咱们最正宗的烟火味道。老婆，我来给你打下手，切大蒜还是捣孜然？请讲功。虽然我没干过粗活，但切洋葱我还是可以学一学的。我们陆家绝不认输。小锤，妈来帮你洗菜。最后一道香料出锅！成了。怎么回事？新娘子呢？完了！我闺女不会是恐婚，连买站票跑回深圳打螺丝了吧？陆总，这是小锤留下的字条。老公，外面那1万个烤炉的走线，我看着还是有点不放心。作为江氏科技的当家人，我必须亲自去总控台盯着最后一道安全闸，等我焊完这根线，就出来嫁你。
走，去园区，我去给我老婆递扳手。姑奶奶，新郎的接亲车队已经杀过来了，你快松手补个妆吧。娶我陆晨的老婆，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干活？这最后一道工业总闸，为夫陪你一起退。退闸！全上海的老钱名流、商界大亨，毫无1万口烤炉钱被彻底打碎。现在，请新郎向新娘，也是向全上海滩发表爱情宣言。今天，不仅是我娶江小锤的日子，更是我陆晨正式入赘江家的日子。从今往后，陆氏集团的所有私人资产和流水线，全部与江氏科技并表。我陆晨生是小锤的人，死是小锤的鬼。陆晨，你个大傻子，谁让你入赘啊？好小子，冲你这句话，老子今天把命豁出去陪你们陆家喝！来人，把我埋在高尔夫草坪里的30件烧肉子挖出来，上酒！老太太，我江大海先干为敬。亲家公，这碗酒该我敬你。我们陆家自诩100年名门，却守着一堆死规矩，把子孙逼成了怕光怕生的冷血怪物。是你养出了小锤这么好的女儿，像一团火一样，把陆神这孩子的命给救了回来。从今往后，陆家没有规矩，小锤的规矩就是陆家的规矩。小锤，老婆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人下毒？快叫医生！恭喜陆总，恭喜江董，少夫人这不是中毒，这脉象如珠走玉盘，流利圆滑，是极其强健的滑脉。少夫人怀孕了。看这稳健的脉象，应该已经有段时间了。2个月零3天，是我们在深圳车间休息室的那一天。陆大傻子，你当着全上海店的面瞎算什么日子？老子要当外公了！全场听着，今晚所有的红包，老子翻3倍发！我要当爸爸了，老婆，谢谢你，谢谢你不仅修好了我的病，还给了我一个完整的人生。哭什么呀，陆老板？你要是真想谢我，等会儿给我拿一串变态辣大腰子，我都快馋。不行，医生说了，孕妇前3个月忌口，从今天起，变态辣绝对禁止。你敢管老娘？陆晨，你是不是皮痒了？皮带松了？老婆，别的都依你，就这个不行，小心我们的小店钻受不了。人生就像这重金属的烤炉，难免会呛得你流泪，烫得你跳脚。但只要你敢去沸腾，拒绝内耗，就一定能撼出最热烈、最滚烫的余生。